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就我看你俩录那期了，就是灿叔去哪里的那一期，你们两个在说大叔中文的时候特别干，又没有背景音乐，又没有我，没有吗？太干了。你不觉得我们两个脸上挂满了喜悦的表情吗？我没看出来。这个大叔中文真的要三重奏，不然的话感觉就少了什么，对不对？太干大家了。最熟悉的感觉啊，就是像我们刚刚那个样子哦。好，那我们的这个灿叔终于强势回归了啊，有点虚弱。对，虚弱。这个听说这个灿叔这个回去老家开刀，然后一波三折，对不对？其实有蛮多可以谈的，所以我们这一期大叔中文的播客呢，就时间全部给灿叔了啊，我们也想了解。对，我们两叔也很久没有做手术了，是不是？不是，我还没动过手术呢。那这个当然大家看灿叔现在气色还不错，变帅了耶。变瘦了，变帅了，感觉这个瘦又帅。重返30岁的感觉啊，就往小鲜肉那边，往小鲜肉迈进哦，重返30岁哦，不是重返侏罗纪哦，重返30岁哦。那灿叔就把这1个月来的心路历程完完整整、忠实的，什么叫忠实的告诉大家吧。这个东西说来话长，太久没录了，都忘了怎么录了，都忘了怎么说了，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跨度非常长的一个事情，因为其实我到目前为止做过2次手术，有一次就是因为疝气，对，这个发音有点那个电影是吗？疝气是电影哦，那个超级英雄看完生气的去做手术是吗？看完就很疝气。疝气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其实我做了这2个原因的，这2个手术的原因其实是惊人的一致，就是做手术，其实这2个手术按道理对一般人而言都是比较简单的手术，不管是这个疝气手术，还是我最近才做了这个胆囊切除的手术，就整个给切掉这个手术。对于你没有胆囊了，我没有胆了，我现在没有胆，我是没胆的人了。你现在是无胆之人吗？对，我不能说我胆大，我胆小，我也是没有胆的人了。真的，我不知道整个把胆囊切掉，必须整个切掉，因为胆结石和别的结石不一样，比如说肾结石之类，你可以用打掉然后尿出来，胆结石它没法排出来，必须把整个胆给切除才能最终就是消除这个病症，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没有胆对人会有什么影响吗？对啊，对，就是胆小鬼了是吗？对，变成胆小，没有胆都没了，胆都没了，哪来的胆小啊？就这个事情，我看来这一期也要说很久啊，那我就慢慢科普一下，对，科普一下，为什么没有胆的人还能活着？对，但是我很好奇，我医学小白，对，我就觉得人少一个器官，对，这个其实可能是很多人，我是觉得是一个信息差，我也一样。最早的时候知道胆囊出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是10年前，起码是10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是去做体检的时候知道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吃早饭的时候就是没有规律。这是特别容易形成胆结石的，所以在这里奉劝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啊，早饭一定要好好吃啊，这是一点。然后就是只要吃就可以，还是每天就是吃的时间不太一致也最好是规律性的饮食。规律，替我自己问一句，插一句话。规律性的饮食很重要，最主要是这个，它就因为它慢慢会形成沙子，然后结晶，最后变成胆结石，是这样的，一点点的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情嘛。然后这个是一个点，就是其实在可能4、5年前的时候，我本来想做这个手术的，就那个时候发现这个胆结石已经是相对而言有点大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没怎么疼过，就是我甚至已经住院了，就是过年有一次
过年去住院了，在我们老家也是住院，当时也是我表哥他们一个医院住进去了。但是当时就是有这种心理，就觉得人身体里的一个器官你无缘无故的拿掉了，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可能后续会有很大的问题啊等等？毕竟每个器官都承载一定的功能嘛。所以后来最终打了退堂鼓，就是说不做算了，反正也没有啥，就想想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后期就是当回去之后，我慢慢的有一次这个，当时瑶瑶应该才可能一两岁的时候，2-3岁我忘了，我当时还住在另外一个小区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是觉得自己因为夏天喝啤酒喝太多了，然后我这个地方开始剧疼无比，我是整个人直接这样趴在地上，汗不止的往下流那种状态，真的非常非常疼。我到我家门口就是走过去，我整个人都是弯着腰的，我感觉我都快趴在地上那样走过去。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疼。然后到医院打了针之后，就是慢慢的缓解了。但是在那一个时间段内，就是那次发作了之后，后面就是隔了1-2个星期又发作了几回。我当时的处理方法就是说用那个热水袋捂着这个地方，我发现热水袋捂着，然后呢就是强迫自己睡上一觉，睡醒了可能那个难受就消除了。我一直认为那是胃痉挛造成的，就是胃疼造成我这么难受，所以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每次就是从那开始之后，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要吃多了，或者有时候吃过于油腻过于辛辣的东西，刺激了我的胃，然后我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和你们说过很多回，就是有时候半夜的时候也没什么任何症状，就莫名其妙要开始疼起来，然后疼的可能几个小时都睡不着，我就用热水袋捂着，然后慢慢消解了。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然后因为每年都会去做那个体检就是说你这个好像大一点点了，但是那个一般的医生呢，其实他都是内科的医生，看这个的话都是内科的医生，他会保守治疗，他就说你这个好像要是没有很大疼的话，其实也无所谓，他会问你后背有没有疼等等。我说我后背好像没有辐射的疼过呀，我感觉好像我只是胃疼。那医生说应该没什么关系吧，那不行你就是注意一下饮食啊。或者后来去年年底的时候看了一个医生，医生给我开了2个药，一个就是胆的药，一个是胃的药，当时吃了之后感觉还好一点，就是有1-2个月都没有发作过了，我觉得可能对症了，应该好了。结果到今年就是过完年之后，在2-3个月，我发现就是又开始不舒服了，而且在那个清明节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就清明节的时候莫名其妙开始疼，不只是开始疼，而且开始发烧，就是我也没有感冒也没有怎么样，我就开始发烧，连着发烧发了3天，然后就是而且之前疼的话，就比如说晚上睡觉睡着之后这个疼就消除了，可能就是2-3个小时就过去了，但这次疼的我就是1个晚上我都没有睡着，第2天它疼继续在持续着。所以后来就问医生，医生说可能你还是吃饭是不是特别注意啊？我那个时候一直也是往这方面去考虑的，去想可能是不是贪嘴吃了一点点比如说油的东西，对吧？还吃那个什么鲈鱼那个肚子底下有点油，是不是吃了？或者排骨是不是有点肥肉吃的都有影响？当时就往这方面想。那个医生也是，他是内科的医生，他也觉得你是不是太不注意了，应该再注意一点。那我想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再注意点。所以那段时间我基本是每天都吃蒸菜，控制，就吃蒸的鱼和蒸的那鱼片，还有鸡胸肉的片，还有南瓜、冬瓜蒸着吃，每天都蒸着吃。就那段时间开始暴瘦，瘦了10几斤下来，整个人看着你就不放调料是吗？就是只能放一点点的调料，油都不敢怎么放，但原汁味特别难吃。但是那段时间想的可能是真的，可能这段控制一下，让胃慢慢的缓过来，是这样想的。结果到后面就2个星期之后，又莫名其妙开始疼了，就是疼的也是这样，又开始发烧了。我当时想就是怎么回事会这样，还是想的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习惯性，就是说那再忍忍吧，或者怎么样，再忍一下。对，我老婆就一定要让我去医院去看一下，再换一个医生去看一下。我就把这个之前的一个检查结果，因为之前一个检查结果发现这个好像胆囊壁增厚了，
上一个医生觉得没有说什么，他觉得没有关系。这个后来就换了一个新的医生，他说你这个挺严重的，你要么换一个外科大夫去看一下。我那个时候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外科和内科有什么区别吗？他说外科大夫是做手术的，内科大夫一般情况下是开药做保守治疗的，所以你应该让外科大夫看一下。在这个前面我和我老婆商量过，就是说要是真的要做手术的话，那是不是回老家做比较好？因为首先等一下我先问一下，那外科医生看的话是不是得先拿到内科医生的结果呀？还是说外科医生从头再开始看，然后不是外科医生只要确认，他一般会安排你去做检查嘛，CT 啊、核磁共振啊什么的，他看这个就能看出来嘛，他就有自己的判断了。那你开始可能就应该内科外科，对，是不是应该先看外科呀？对，一般情况下就可能想去看外科大夫，就是准备去做手术才会去看外科大夫。对啊，一开始没有想着去做手术，没有想到想着是这么严重的程度。明白，就想着是这样。后来那个我觉得哎呀实在很烦了，成天这样疼，那可能胆真的有问题了。我也和我老婆商量一下，因为我老婆在这边的话要照顾瑶瑶，她要上学啊等等，要做饭等等，我要在这边要把我爸妈叫过来，其实很麻烦。那而且这边的医生其实你也不认识，刚好我表哥在地区的这个医院，他是当医生的，他有认识的人，那就比较方便点。然后我爸妈在那边照顾我也比较方便，所以我这回就回去做手术了。结果就回去之后，我才知道了好多事情，就是胆这个东西。其实我的亲戚里面就有很多人已经割掉了，包括我的小姨，对，包括我的小姨，包括我，甚至我表哥的老婆也割掉了，还有甚至有些就突然之间发现，哎，这个世界上好像很多人都没有胆，但是胆是干嘛做？是有什么功能啊？给我们普及一下。胆它其实它不是一个生产胆汁的这个器官，它是一个储藏的器官。所以储藏胆汁的器官，就是它就是有时候因为胆汁是用来消化比较油腻啊这些东西的，所以它是用处在这里。但是假如胆切掉了之后，首先生产胆汁的地方还存在，而且它慢慢身体会适应这个东西，会把胆汁放在别的地方，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而且对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就是胆切掉之后会拉肚子啊等等，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不适应。但是大部分而言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很多人的身体器官，它其实是它的功能是有可替代性的，就算你真的切掉了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当时去做手术的时候，那医生就说，其实很多人都像你这样，之前来了都准备安排做手术呀，又逃跑了很多的，就觉得不要做得了。对，不要少一个器官，不要少这一个器官。但是真的我是觉得。我后来觉得他说你这个状态其实疼起来就是一开始就是胆的问题，不是胃的问题。你的胃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胃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做过一个胃镜，肠镜我也做了，里面都是特别的好的。当时那个因为我是醒着的，我没有做麻醉那种，有些麻醉做那个胃镜肠镜，我是醒着呢。那个医生还和我说，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个？你里面都很好呀。所以我当时一直以为我的胃是有问题，其实胃根本没有问题，一直是胆的问题，胆造成了你这个胃有些东西吸收不了，然后你胃当时可能吃了一些刺激的东西，需要用胆来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胆因为已经有问题了，它帮助不了你，所以你就开始疼。而且我的胆囊壁已经非常厚了，里面石头基本是里面都没有多少胆汁了，就说它其实功能很早以前就已经没有用了。而且因为我这个拖太久了，就是别人的话一般情况下做那个腹腔镜是在肚子上打3个洞，他打3个洞进去之后，其实可能第2天还是第3天就能出院了。因为我这个比较严重，拖得太久了，导致我这个手术比较复杂，甚至后来就是医生说在我这个胆里头还出现了一个腺瘤，当时吓了一大跳，腺瘤的话就怕万一就是恶性的，所以后来赶紧做手术的途中还去做了一个活检，发现是良性的，是这样。所以别人的话可能1-2个小时就出来了，我做了5-6个小时才出来，
所以当时把我爸妈他们、我老婆他们都吓着了，怎么又是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是这种情况，所以那你说，那就是不相干的问题。为什么干嘛欲言又止的感觉？欲言又止，是害羞的问题吗？就是做完手术，医生会给你看一下你的胆吗？你怎么处理你割下来的胆？他没给我看，没给我看。那毕竟应该也没有兴趣看吧？没有，他直接在里头就用那个东西切掉了，切成小小的才能拿出来呀。他不是说开一个口子把你直接拿出来，而是在里面已经切碎了，一点点吸出来，可能是这样，你也看不到什么。就也不要跟自己的胆说再见，就这一个辣子。为什么要跟自己的胆说再见？为什么这么有仪式感呢？真是那个谢谢你陪伴我30几年。对，胆结石没给你留下来。对，就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这个东西其实这回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很多东西真的你不要拖。就是我都拖的，后来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我的胆的外面包裹了很多层的这种膜，这种膜就是一种发炎的症状。就一般情况下，很多人都是表面没有那么多膜的东西，就是我一直疼，所以导致它表面有很多膜，所以比较难处理。后来导致就是别人一般情况下就是做完手术3个洞，也就没有什么了。就是其实1-2天能下床，我是在这个地方又开了一个导流管，导流管里面有一个袋子，把里面的一些血这些导出来，脓啊，对啊，脓啊血导出来，也就是放了好几天，所以我住院住了7天，别人可能2-3天就出院了，我住了7天。但后来就是医生还很风趣，就是说你做完手术就是什么都可以吃了，要是你能喝酒你也可以喝酒了，就没事。就其实整体而言状态我是觉得慢慢就恢复了，状态而言都还挺好的。我有个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爸妈在，其实我这回除了做手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就是和我父母的关系变好了。就是对这个点，其实我觉得对我而言比较重要。就我之前和你们说过，就是我父母有点疏离，有点疏远这种感觉。但这回回去之后，我感觉就是虽然已经40岁了，但你会发现在父母面前，有时候自己会变像一个孩子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觉得父母真的很可靠，就是有什么事儿回去，他们真的是愿意尽心尽力去帮助你。会去弄各种事情照顾你，有时候在那一个瞬间感觉会很感动。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当时才做完手术，就是我爸妈都在的时候，我就和他们说了一下，就是说我其实没有想怪你们，但是我为什么包括这一次还有上一次这个东西都一直拖这么久，我都不愿意做，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太习惯于自己独自去承受这些东西了。包括那一年就是在乡下1整年，很多事情我都不愿意和你们说，包括自己膝盖上长了鸡眼，自己一个小孩子拿一个剪刀自己把自己剪了，屁股上长了很多疼东西，都没有和我爸妈说过。包括我自己之前那个疝气的事情，一直不和他们说。我还记得高中有一次，当时我住校去了，高1的时候住校了，我发烧了，我连着烧了7天，我都没有和我爸妈说。就那个状态就导致我就是很多事情我都是习惯性的自己扛下来，所以我其实对痛苦这种扛痛苦这种感觉会比耐受能力很强，我不会轻易的去向别人求助，所以我也认为很多东西扛一扛就过去了。可能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胆疼起来是非常疼的，对，但是我总觉得其实也还好，我能扛过去。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疼，那可能在别的人你觉得你就是疼几次已经很不舒服，半夜都疼的睡不着觉了，应该去看医生了，我会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那我和我父母这样一说，其实在当下我爸给我一个反应让我很舒服，就是说他说其实他以前也不知道，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比较年轻，也不知道孩子是需要陪伴的，那个时候可能对我爸才生我的时候21岁，自己还是个孩子一样。后来就是说再大点，你说把孩子放在乡下，大家都是这样去做了。后来又去要做生意等等，都想着赚钱，从来没有想过孩子是需要陪伴的。所以现在因为我从我爸那里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理解，所以其实很多我会觉得，其实孩子有时候不是你长大之后有些东西心里有些不舒服的东西，
从父母那里其实不是想寻求，不是说我希望你们能认错，而希望你们能承认当时我这个状态是真实的，就是我当时就是很孤独的，就是得独自承受很多东西的。你们要是看到我那个状态了，我这个心结就解开了。其实我在那一个瞬间，我的心结就解开了。我父母愿意看到我那个状态，而且我是哭着和他们说的。我当时控制不住了，因为可能经历了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我比较脆弱。我哭着和他们说，然后他们也愿意理解我。在那个瞬间，为什么你突然想说这些跟他们？因为就是这个手术，是因为我为什么这个手术这么复杂？因为别人而言都是小手术，对我而言是一个那么复杂的手术。因为其实说实话，做手术之前我也是很担心的。其实虽然说你说不害怕吧，那不可能的。你想想看，要麻醉要那么久，所以甚至在我回老家之前，我都和我老婆交代了，我就说我的写了2篇小说，今年看一下能不能获奖，不能获奖，你一定要帮我去找的地方发表。就是已经有点交代这种后事的感觉，交代后事，对，因为会害怕，万一出什么事情，所以就是你会有点历经了一个大劫这种感觉，就是劫后余生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那我现在想把我内心深处和父母的一个结给解开。这是手术后还是手术前？手术后，手术出来之后缓了一阵，就是我就只有我爸妈在的时候。就是我和他们说这个状态，我会觉得我想和他们说一些这比较内心深处的话，然后他们理解了，我内心就没有这个感觉了。其实我内心一直纠结的那些东西，父母当时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放在乡下，奶奶又是这种状态不好，然后后来就是我长大的过程中，他们总是那么忙，不愿意陪我，没有时间陪我。可是这是一个什么具体的情境呢？就是你突然躺在病床上，他们在旁边，你说来，你们2个过来，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嘛。就是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父母很难把这个东西说出来，对吧？不是，其实我知道你很难说，就是我以前一直没有机会说，就是因为你在那一个瞬间你是很脆弱的。首先你会觉得自己我感觉好像从一个劫难里出来了。因为你不知道前面，而且特别是你在听到医生和你说之后，就是你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了，你做手术的时间比别人都更长，假如你再拖1-2年，可能到时候会酿成大问题。这一切都会让你觉得幸好我来了，我去做了，还好，对，至少我现在就是经历这一个事情，我把之前这么长的时间一个惴惴不安的心理，就是身体的一个炸弹给拆掉了。这个我知道，从你的角度，这个你的原因呢，我都明白，我很理解。你不能理解，但是我很想了解那个情形，就是在那个具体情形是怎么发生的。可以去对，就是你当时是突然就是很委屈，然后就开始抱怨，然后我没有觉得很委屈，越吐越多，还是说你计划好就要正式的聊一聊这个话题？没有计划好这个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有一些诱因的，就是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就是我一开始打电话给他们说我觉得我要做手术，我就说给问一下你们的意见，给我爸打电话，我就说是在西安做还是回老家做比较好？他们说你回来方便，这边我所有东西都能帮你安排好，我们也方便照顾你。在那个瞬间我会觉得我父母是值得依靠的。因为怎么说呢，我这么多年从大学毕业开始，我就不在他们身边，其实和他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其实内心深处是会有一些想亲近他们的感觉，但是也找不到机会，而且在一起的时候没什么话说。那在这个状态下，我会觉得好像和他们能亲近一点点，他们就是应该是说好像他们比我想象的更可靠更靠谱，他们不会说不在意我的这个状态，不是说孩子离得远了无所谓这个状态，我能感受到他们在意我。那回来之后其实就说怎么说呢，我爸妈是一个心比较大，心很细，但是生活里头又比较大咧咧那种状态，很多东西很看得开。比如说第一天晚上回来，我们当时住酒店，然后当时回来我也吃不了太多东西，但是甚至我在飞机上都没怎么吃东西，回来就找吃的，
但是发现住的酒店边上没有什么吃的，我们就在马路上走了很久，走这边发现没吃的，那边没发现没吃的，后来最后找到一个沙县小吃，吃了点东西，我就吃了一个河粉类型的东西，我父母吃了一点点炒菜，他们还喝酒了，就是我当时会觉得他们的心真的果然是大大咧咧的。对他们，其实这个状态我觉得对我感受很好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心一直是悬着的。我父母在这种状态下，他们还能有心情去喝酒怕他们会对，我觉得他们给我一个很安定的感觉，我会觉得我父母是真的可靠的。那在这个可能真的想喝酒吧，像我妈妈她有什么情况也喝酒，是不是这个是想喝酒？但是在那个状态下，你会觉得有些人他，因为我相信他们肯定是很担心的，孩子既然生这么大病回来，而且瘦了10几斤，看着气色也很不好。在这个状态下，他们还愿意坐下来跟你聊聊天和喝酒啊什么的。按道理很多人会很着急，而且自己着急起来会甚至让孩子觉得他比孩子还着急，有压力。对，因为有些父母会表现出我比你那么难受，我比你还难受，我比你还着急。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会觉得在他们身边我很放松。我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就做个小手术而已。就这个状态是有这么一个积累，一个铺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其实因为首先我这个表哥就住在那里，而且我的三姑也住在那个附近，所以我是真在他们家他们就是住院之前，在他们2家都吃过饭的，而且在那个瞬间，我突然发现，好像和亲人之间，其实没有那么远，还挺近的，他们也很在乎你，对，甚至在这个做手术之前，我的好多亲戚，就是我父母的两边的兄弟姐妹都跑来看我了，他们都不是住在这个城市的，有些人是开车过来，有些人甚至是坐的中巴车过来的，都专门跑过来看我。这个对我而言感受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因为要换了我的话，我说实话，你在西安稍微远点我都不愿意去，但是他们愿意离这么远，他们跑过来看我，就说明他们很在乎你。你会觉得这个家庭，其实我会突然想起来，其实我虽然就是好像有挺孤单的感觉，但是这个家庭的整个氛围赋予我还是一个很积极阳光的这么一个人。我有时候可能过于沉浸在自己这个很孤独的状态里头，而且特别是整个大学毕业之后，我一直在西安，其实就是和我老婆有点联系。我老婆这边父母他们也没什么太大的联系，就是比较淡一点，他们亲戚就更不用说，基本没有联系，让我一直觉得我的生活好像是比较的就是比较孤单一些。那突然之间又回归到那种好像大家庭的感觉，让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就是他们带给我温暖的感觉，好像小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我内心深处其实慢慢的我会觉得用一个词叫融化吧，可以这样说。所以在这个瞬间，我就越来越想起了以前的一些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是比较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他们给我的影响是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我其实一直以来，就算在写东西是写比较孤独的东西，我的底色一直是比较温暖的。这其实是很多东西骗不了人的，你的文字是骗不了你的，所以我一直不会写特别悲伤的东西，因为我的底色是温暖的。在那一瞬间，我其实能理解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父母给予我的。在这个成长的环境，虽然他们对你有疏忽，但是他们整体还是教给了你很多东西，给予了你很多东西。所以在那一个瞬间，因为劫后余生的感觉，而且我一直以来想和父母能更亲近一点，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能更亲近一点。那我觉得在那一个瞬间，我又刚好好像有这种经历了大劫的这种感觉，我心理防线比较低。对，我父母其实也能让我能感受到他们愿意去理解我。那我在那一瞬间，我就说，我首先是这样开口的，我就说，那一瞬间他们在干嘛呀？在你房间里走来走去，还是在刷手机啊？还是在看窗外的？那个时候我在打点滴，他们就坐在我边上一个椅子上，就看着我，和我说话就那会儿我也才醒了不久，就他们还是说挺担心的看着我，想和我说话等等，还是整体表情也比较凝重点看着我。那个时候睁开眼睛说我不是睁开眼，那个时候才睁开眼睛的。你这个就是在那一个瞬间，你突然就觉得想和父母说话，就觉得我和他们说，我觉得因为刚好在那个状态下，我就说
我不是怪你们，我说我这回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其实是怎么样。我觉得以前上一次做上气手术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可能最早的原因是因为我以前一直习惯性的独自的承受忍耐这些东西，所以才会慢慢的所以才会有这2回本来都是小手术的事情变成了这种大手术。所以我心里其实也是很难受，就是为什么在别人是那种小的东西到我这里都变成这么大，本来都是很轻松的一个很小小的一个手术，1-2天就出院的手术到我这里都变这么大。那我其实也觉得很委屈，为什么要是这样，自己为什么要做这种决定，自己为什么在人生里头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总喜欢硬扛着。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有点绷不住了，所以我边说边哭，然后而且我就会觉得在我父母面前什么程度的哭是就是带着哭腔，我也不是你狗我很委屈什么那不至于，就是我就是你忍不住的眼泪会掉下来，忍不住的就是有带一点点哭腔的，就说啊我理解之前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然后特别是当我爸，因为我妈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愿意直面问题的人，她会说你今天身体还不舒服，你不要说话了。但我爸就会听我说话，他说啊，他说我也知道，因为我之前和你们说过，就是在他们上一次来西安的时候是国庆的时候，对，我把我写了一本小说，是小时候的这个经历改编的小说给他看了，他其实更理解我了。就是我觉得我和我父亲之间是有这种，其实有相互想理解的这种成分的，想更亲近的这个状态的。所以在那一个状态下，我会觉得他们应该会听进去这个状态，所以这个状态我就说了，说完之后我觉得我也就舒坦了。后面其实我妈就说你有什么话第2天再说，我说第2天我不会再想说这些东西的。对，我那个状态过去了之后，人不会再想做这些东西的。所以后面就是，然后就是慢慢的一天天养，然后回家没有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一把抱住你，儿子。你还这么戏剧化呢？就是我们是中国人，这个是那个电视剧才会有的。临走也没有父子这么抱一下，没有拍2下，没有，应该不会吧？不会，就是但是心灵相通的感觉。对，你会感觉，首先你自己把心里很多东西放下了，你会愿意和他们多说话，他们也会愿意和你多说话。因为我觉得自己以前是有一个很拧巴的一个状态，就是虽然内心很想和他们亲近一点。但是总觉得好像他们也理解不了我说那么多干啥？而且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能回想起来，就是大学毕业不久，我就是每回回去都把我当时是女朋友嘛，都带回去。我和我父母真正这种一家3口相处的时间，其实就是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过了。我已经忘记了和他们在一起的是什么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本身又比较虚弱，每天就是这样躺着。刚回去的时候，真的刚回到我爸妈家的时候，就是我坐下，因为当时是从地区的这个城市回到县城，路程还有1个多小时，我爸开车回来，也不知道当时可能医院的床太硬了还是怎么样，那个床板太硬了，还是坐车的时候不舒服。我当时一坐到沙发，一坐下去，整个背部剧疼无比，我坐都坐不下去。后来想躺床上也是这样，坐不下去，疼得不行。后来我妈就在床上给我垫了2床被子，然后后面又垫了2个垫子，我就靠在那里。但整个人比较虚弱，我觉得靠着实在太困了，我就给自己放点歌听一下，就是分散一下注意力。后来才睡着，睡醒了之后整个人发现后面才好，才缓解过来。就那几天每天都是基本上就躺着，然后我妈就1天3顿饭的做好了让我吃，然后就是和他们聊聊天说说话，整天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状态会比较好。后来好一点的时候，就是会和他们一起去菜市场逛一下，甚至就是回来之前5月5号的时候，我爸还带我去到山上去转了一下，就开车。那个地方有一个景区，是一个5A 的景区，什么梯田什么的，我们就绕了绕，没有到景区里面，就开着车绕了绕。像以前要是和他在一起这么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没有什么话说。但现在我发现我和他在一起话说了，有话说了。你们说什么？对，就聊各种东西。天气挺好的。对，不是啊，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我可能因为我爸喜欢看一些历史啊、战争啊什么的，
而且其实我最近也会在看一些关于近代史的一些，我就和他聊这些东西，他感兴趣的东西，聊就因为很多东西也有共同的想法嘛。然后呢，其实就是以前我每回就是这样，可能在家里和他们在一起来喝酒聊聊天，有时候也能亲近一点。但是，一旦回到西安，我发现我就不想和他们打电话，不想和他们说什么。但这次回来之后，我发现我还是愿意和他们发微信啊，开玩笑，发视频，多说一些。我发现我和我妈也和我爸之间都可以开玩笑了，甚至我老婆其实和他们也开玩笑了，甚至我妈其实也很细心，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不想带什么东西，我妈说你大老远回去不带点东西不合适。她说曲婷特别喜欢吃一种那种笋，那种笋其实是野生的笋，野生的笋自己摘下来之后要处理，变成要煮一下等等，就是那种变成细的，然后冻一下，第二天让我带回来。他说曲婷以前来家里就特别喜欢吃这个，我说我咋不记得？他说你相信我，我记得。然后带回来之后就是炒给我老婆吃，老婆特别喜欢吃，然后又和他们说特别喜欢吃这个，他们说那有的话再弄一些。再寄给你们。就是对，以前我有时候和他们就说要什么东西，说因为我们家有时候吃这个菇类东西还挺快的，木耳啊之类，香菇之类，就是那种干的东西，我会有时候不好意思去要，我觉得挺麻烦的。这会我就直接要，我说我们还没这个东西，你给我们再寄点东西过来，一起寄过来，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很多东西都放下了，就很相处很轻松，很愉快了。我觉得。我当时也在那个时候和他们哭的时候说这个，我就说我这个东西一开始就告诉他们，就我不是为了怪你们，我只是希望我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之后，它在我心里就没有什么不再成为一个让我是很不舒服的东西，我就可以真的把这个东西放下了。那我以后就是真的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是往前走了。我和我老婆也说，就是我现在写的好几个故事，其实很多东西都有过往的这些印记。那后面我其实这个东西过去了，我已经放下了，我以后可以写一些更开心的、纯粹、很欢乐的故事了。那就是对我而言，这是人生，它不只是一个做手术的经历，而是对我一个整个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我是觉得也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特别是能和父母的关系改善，对我我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很多人，我是觉得都有些东西是自己拧巴在那里，其实想不通。当能真的放下，其实不是说和解，是自己你真的内心放下了，因为那个东西无所谓和解。父母有自己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情境，他们有些东西做不到的。你可能你在那个状态下也是很无奈，对你确实也造成了一些让你很不舒服的状态。但是说你说一定要原谅吗？我是觉得不存在原谅，只是说互相能看到这个事情。我能看到你们当时很忙，你们也能看到我当时很孤单，那这个东西就过去了，它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那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的更轻松的相处，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过程吧。真的，一整期都是我在说呀，你俩有点懒。对，我这个可以的很久，可以总结了，可以总结了。那个对，10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灿叔讲到就是这一次手术也有额外的收获嘛，就是跟父母算释怀了，和解了，对，然后亲子关系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反观灿嫂跟瑶瑶这一边，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们过得怎么样呢？对，是耶，还是少一个人？真的就是这边对，这边有，就是这边一样，他们特别特别担心啊。瑶瑶就是在我走之前就哭了好几回，就我没有想到这个孩子这么敏感，因为可能这个孩子本来其实是很敏感，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家庭环境让他可能比较舒适，你有时候感觉这孩子大大咧咧的，但是他真的就是我要临走前就哭了好几场，然后平常我是自己一个人在这个房间睡觉，然后他临走那一天让我都要睡到上面陪你睡，对，和他们一起睡。和他们一起睡，然后他就觉得很舍不得，他就说这个东西不是像有些爸爸成天上班或出差，他说你这回是去很远的地方，而且去做手术，很担心这个状态。然后就是当时我还给瑶瑶专门读了一篇故事，我说爸爸当时上一次做手术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故事，我就说当时做那个故事里头就是怎么说呢，有点复杂，就是一个小男孩
就是一个人，他比如说晚上去坐地铁的时候，发现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一个地方，打开那个车门之后，发现外面都是雾，然后有个小孩子牵着他的手，这个小孩子看起来很眼熟，但是想不起来是谁。然后一起进去之后，后来小孩子说里面有神龙呢。然后后来小孩子进去之后，就说后来在神龙的这个指甲上面弄了一些卸下来，用蓝色的一些小卸下来。他说这个东西是为了唤醒我爸爸的，我爸爸做手术呢一直没有醒过来。所以就是说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我当时做完手术，觉得其实可能是就是在那一个瞬间，那个主人公醒过来，发现自己在做手术之前手术醒了，就是为什么有这个一个梦，就是因为可能自己特别想孩子，或者说孩子想在梦里头去拯救自己的爸爸。所以我把这个故事读给我瑶瑶听之后，瑶瑶哭得更伤心。对呀，你这是想告诉他什么？已经很难过了，你还让他更伤心。对，然后等我做完手术之后，瑶瑶给我发视频说：“爸爸，这回是不是我又到你的梦里来拯救你了？”我说：“是的，你又救了我一回。”所以那个状态是这个感觉，就是因为我老婆以前可能我们一家三口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会做比较多，就家务啊，会有些东西就分担着嘛。那现在他其实只有他和瑶瑶，而且他胆子还比较小，所以他要承受很多东西，他会很辛苦。他其实也会，但是他其实表现得很坚强，就说没有关系，你在那边安心的这个那个什么。但是确实是特别特别担心。特别是到后面的时候，瑶瑶也是，本来我那天做完手术是5月1号还是2号，5月1号，我就说好像可能5月3号就能回去了。那个时候我以为那个会很快好，所以和瑶瑶那个时候打视频，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一点就是我每天在医院还有打那个止疼的针，所以我伤口是不疼的。我总以为就是说一出院我这个所有东西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我预计一下5月3号我就能回来，结果等到我出院，真的那天出院之后我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回去之后伤口开始疼了，就整个开始疼，因为没有打止疼针嘛，所以我要5月6号才能回去。所以瑶瑶又大哭了一场，她说爸爸，她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去，就是也特别特别想我。然后在家里这些东西呢，慢慢的自己得应付，其实很不习惯，很不适应。也一样，我也觉得在那边待一段时间，一方面和父母在一起很舒服，就是这个相处状态很舒服。一方面你也确实是这么大人还被父母像孩子一样照顾的，其实也是很难得有这种感受了，因为毕竟也40岁了。但是一方面也特别担心他们两个，想念他们两个，所以后来5月6号也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以为已经没什么事情，想不到回来这块又出现了排异的反应，对，有个线它其实没有被那个肉包着，所以出现了化脓啊等等，所以我就工作又往后推了1个星期，这个星期基本上还是在养病为主，休养中，对，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啦，就是人生的一个生病的阶段，其实它另外带给你的是很多收获，对。还有很多释怀，所以我觉得，有些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往不好的地方看，比如说生病，这种事情好像很不好，但是另外一面是你康复了，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灵上的，对，所以其实是一个收获满满的历程，对。而且我们中文说啊，小别胜新婚，对不对？用在这里很奇怪啦。这个好像没有关系吧？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关系里，偶尔一个小离别，其实是可以增进彼此的思念或什么的吧？会有，就是我觉得人生要有一些变化性，然后这个关系才不会僵化掉。所以我们都是往光明面去想这些事情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甚至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对，还这个点说到这点，就咱聊最后一点吧。我觉得就是就像说小别胜新婚，倒也不至于这个样子。但是有一点确实，因为这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我和我老婆之间好像更亲密了，更亲近了。有一点就是我在回去之前，把我写的一篇其实是成人的。一个小说我还没写完呢，只写了18章，我给他看了，就是以我们两个为原型写的，
然后我老婆很喜欢这篇故事，就说好像更理解我了。然后后来就是我后来回去一直和她说一些话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其实我的很多故事里面的角色都有她的影子，就是很多女性的角色都有她的一部分影子，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好像很多东西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后来就是我又看了一下，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写这个微博就是像中国的 Twitter 一样的，我那几年可能就是2012年、11年到13年，我那个时候可能工作也比较郁闷，也比较孤独，我曾经写很多微博，所以这回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个事情，想看一下当时写了什么。我老婆说好久没看你的东西，也看了一下你当时写的是什么东西。后来才发现当时我那个状态其实是很孤独，他说好像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理解你，不是特别理解你为什么是这个状态，好像很多时候你好像都是在神游，整个人在心不在的状态。他说我现在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你当时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对，因为你的很多脑子里其实充满各种想法，有很多情绪别人理解不了。因为那个时间状态我老婆是在陕北，我一个人在西安的，所以其实也是很孤独，而且好像也找不到一个出口，有这么一段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面对人生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人其实需要被理解，理解了，被接纳了，很多东西就释怀了，你的人生就可以往前再走一步。对，还有喜欢你的那个人也会想要去理解你，对对，所以如果有一段时间他无法理解你的话，他其实他是难受的。是的。所以当灿嫂发现原来那段时间灿叔在想这些事情，他突然理解了，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释怀。是的，因为他可能一直在意为什么那段时间我不了解我的老公，现在我了解了，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大很大的成长。对，真的是这个样子。对，我觉得彼此喜欢的人会很想要了解对方在想什么，但如果他无法，那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是遗憾或缺失。但是突然理解了，他会非常的觉得圆满。对，真的真的。好，这个明明就是讲一个生病的过程，你们把它升华的这么这个不是鼓励大家生病啊，我们就是说一个人可能遇到很多挫折或挑战或生病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或许你会收获到更多的东西。这个真的这个机会，我觉得像灿叔说的这个机会，包括跟家人跟父母的一个沟通或理解，这个很难会有这样的契机做到，真的。所以这次的确这个机会来了，我觉得很棒。对 ，OK， 很棒，这一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你这升华完了，升华完了啊。好，那这个希望各位同学也不用担心灿叔，他大概再过几天休养好了就可以回来上班了，大家就可以听到他夸张的开场白了，还有我们三叔的想法。我觉得大叔中文最难得的就是我们三叔把我们的想法讲出来，这是完美的圆满的。对，好，那就到这啦，我们下一期再见喽，大家拜拜拜拜拜拜。